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维律师。韩国梨泰院事件真的让人感到很心痛。目前韩国还在调查整起事故会造成这么严重伤亡的原因，除了人实在是聚集的太多以外，事故发生地点是在狭小的巷弄内，也是一大的主因。而我今天要谈的是关于警力的部分。整起案件会这么严重，韩国的警方有没有需要负一部分的责任呢？我之前有看到 TVS 韩国特派记者杨千豪的报道，有提到整起事故警方提的3个主张都令民众怀疑。第一个，警方说惨案发生的当天，首尔很多地方都在进行民众的示威，所以没有多余的警力部署梨泰院。第二个是，一般大型集会都需要民众递出申请，申请之后，警方就会在集会附近部署相应的人力。但梨泰院没有主办单位，是民众自行前往，所以警方没有特地去部署人力。第三个主张是，过往梨泰院在疫情期间的人潮都有13到18万，而今年是10万。警方认为过去都没有发生事情的话，那今年应该也不会出事才对。民众是认为，尽管首尔警力不够，还是可以从其他地方调派警力因应。然后警方都预估会有10万人前往梨泰院了，比起首尔其他示威规模大很多，所以应该要主动去维持秩序。而且在惨案发生之前，当天晚上6点34分，就有民众打电话说现场的状况可能会压死人了，后面更有此起彼落的惨叫声。那为什么那么早就有民众打电话报案，警方却没有调派人力过去，让现场的状况得到疏解呢？为什么越到晚上，人群挤压的情形反而是越来越严重呢？除了以上的观点外，事发后我也看了很多报道，我看到最后其实一直在想，每年万圣节这么多的人潮，为何就是这次发生事故了呢？事故只是刚好选在今年发生而已吗？我继续找新闻的时候就有找到 KBS 新闻台有去龙山警察署调万圣节报告书，发现警察面对每年的万圣节人潮都有相应的对策，但明明今年是会有大量的人流，却不见2022年的万圣节报告书。我们可以看到龙山警察署2017年的万圣节报告书就有把梨泰院列为恐发生事故的区域，指出梨泰院众多人潮聚集会有安全的疑虑，而且有列出事故发生的汉密尔顿酒店3岔路口到梨泰院消防中心一带，而2018年和2019年也一样。而发生疫情的2022年没有发现万圣节报告书，但在疫情依然肆虐的去年2021年，万圣节报告书还是有写到要避免人群聚集，要分散人潮，而且分散人潮的措施也有利用口头劝导、电子哨子来使民众自发性分散，也有祭出罚款等积极的对策。但在日情日渐趋缓，在韩国民众甚至在户外也不用戴口罩的2022年，却不见万圣节报告书，只有写到观光特区会有民众聚集，在各地人潮聚集的话，会出现秩序混乱、事故频发的情形，要动员所有的警力去严正对应非法不守秩序的情形，就只有诸如此类比较含糊的字句，并没有具体要怎么管理现场人流的对策，等于是把管理，这样子看起来等于是把管理的责任事实上的交给了派出所。但有最新报道指出，2022年龙山警察署似乎曾经有万圣节报告书的，但警察已经按照上级的指示，在惨案发生后马上删掉了档案。另外还有另一则报道是，去年万圣节梨泰院配置了85名警力以及3个警察机动部队，今年是137名警力，但没有警察机动部队。事发隔日11月30日，行政安全部长官尹昌明表示，当时首尔市内有众多的动乱和示威行动，所以警力很分散。但是记者看首尔警察厅制作的当日警力运用计划，警察机动部队共81个部队，有14个部队分别分散在光化门、汝矣岛、龙山、瑞草4个地方，其中2个机动部队从早上8点开始就轮流在瑞草总统尹锡悦的私宅轮替待命。为了这个部署，还计划请求京畿道的警察厅支援，等于是除了本来就在总统私宅警戒的人力外，也配置机动部队一整天来对应可能会发生的集会游行。但经过确认，当天首尔市内有21个集会，但在总统的私宅瑞草是没有预定的集会的。所以尹昌明长官说，案方当时警力都去对应示威和集会了，这是与事实不符的。关于这个质疑，警察厅回应说，总统的私宅是极度重要的地方，不是一定要有人民预先申请游行集会才需要部署警力。但梨泰院派出所在接受访问时指出，事故发生4天前，梨泰院派出所就有向上级要求应该要部署机动部队，但没有得到上级回应。又根据韩媒报道，在梨泰院事故发生1小时后，
龙山警察署才向机动部队指示要出动，而机动部队等于在11点40分才到现场，等于是事故发生85分钟后才抵达现场，所以会引发这么严重的伤亡。除了警察没有从民众的报案电话中发现事态的严重性外，就是警察对事前要疏散梨泰院的万圣节人潮没有具体的对策和作为，而且在警力充足之下，却没有把闲置的警力调派去可能会比示威游行人潮还众多的梨泰院。当然，或许警察也不知道这种挤压事故到底有多致命、多危险。在韩国是打112报警，梨泰院民众报警后会接到首尔警察厅的综合状况室。首尔警察厅的综合状况室的警察在依案件的危险程度编号0到4，同时通报给警察署和派出所。当时从晚上6点多第一通电话打进来的11通电话中，就有9通电话提到 APSA， 也就是压死、挤死。危险程度属于最危险的编号0或下一个层级编号1，但警察似乎不知道严重性。梨泰院派出所当时执勤的20多名员警也正忙于其他各种民众的报案，而龙山警察署也没有向其他派出所调派警力支援。梨泰院派出所的某 A 员警就在事发的隔日，在警察内部的网站上发表说，当时执勤员警有在每个地方控制人潮，但一直不停从各地聚集来的人潮实在太多了。而且除了安全事故外，当时还有很多其他的报案要处理。那我觉得看到这里，大家多少可以对梨泰院当天发生惨案的状况有一点想象。警察对于事故的发生、事前的预防，还有事中的对应，都是很有问题的。万圣节本来是个开心的节日，我当天也是带着开心的心情去新崛江参加万圣节派对，没想到回家后却听到梨泰院惨案的消息，真的很心痛。也希望韩国政府可以继续追查原因，不要让悲剧再次发生。我是维维律师，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